大家好，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今天我们离开了三十里营房，要挑战4个海拔超过5000米的打板，穿越众多美丽的湖泊，进入西藏阿里。早早的起床出发，刚离开30里营房，路旁这条与我们相伴的就是喀拉喀什河。追赶着朝霞，我们出发了。插在路两边的这些棍子叫热棒，这是利用氨的液化和蒸发调节土壤温度，保护冻土路基用的设备。但阿里北线的热棒并没有青藏公路上的那么多，大家见到以后不用过于兴奋和惊讶啦。前面有个湖，当我们拐过弯之后，惊喜地看到许多水鸟自由地翱翔在纯净的湖面上，它们毫不怯人，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它们才是主人。山坡又出现一个湖，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泉水湖。什么？没听说过？不要紧，因为它的另一个称谓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那就是死人沟。这里的含氧量极低，气候异常恶劣。不幸的是，汤圆在这儿严重高反了。新藏线历史上首次打通了新疆和西藏的交通屏障。今天这段公路更是我国西南边境的战略国防公路。让我们俯瞰三维地图，一起来认识这条意义非凡的道路吧。我们今天的行程570公里，导航提示要走10个小时。从30里营房沿着谷地行驶，前面就是夹在喀拉昆仑山群山之中的康熙瓦达板，以及长眠着100多位烈士的康熙瓦烈士陵园。过桥右拐，经过大红柳滩，顺着长长的山坡一路向上，就是奇台达板。站在这儿，可以看见荒凉的阿克塞钦盆地。一路上还经过了泉水沟和泉水湖，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死人沟。离开盆地，继续向上爬升，就到了界山达板。界山达板是新疆与西藏的界山。下山之后就是形如葫芦的龙木措。接下来便是今天的第3个达板，散落着皑皑白雪的松溪达板。比邻而居的昂拉措和邦公湖能把小不点的昂拉措和无垠的邦公湖弄混，我们也真是太有才了。最后穿过湖边上的傣嘎勒隧道，就到了日土县。这一路上的风光如诗如画，美轮美奂，但直到我们看见康熙瓦烈士陵园的时候，才得以醒悟，这段公路，这片土地，来之不易啊。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来，地处昆仑山与喀拉昆仑山之间的阿克塞钦盆地，虽然非常荒凉，但这儿是新藏线的必经之处，也紧邻着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地势非常重要。阿克塞钦历来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印度所谓的约翰逊县领土主张。新藏线通车后，印度政府借口这条公路通过阿克塞钦争议区，向边境大量增兵，中印关系急剧恶化。1962年10月3日，印度拒绝了中国政府的谈判呼吁。谈判破裂后，中国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极为险恶。此时，苏联向印度大量提供军火，并由偏袒印度的立场转变为支持印度反华。美国在1959年到1962年3月期间援助印度41亿美元，相当于前10年总额的2倍。要知道，那时候是在冷战时期，印度居然同时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而在咱们国内的形势上，中国从1960年连续3年发生严重饥荒，物资匮乏。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和英国希望台湾蒋介石政府支持印度，兄弟阋于强，外御其侮。台湾蒋介石政府和舆论均保持沉默，没有承认印度那毫无根据的单方面主张。面对印度连续挑起的事端，中国忍无可忍。1962年10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自卫反击作战命令，
至11月20日，我军在中印边境收回全部失地，入侵的印军全部被我军打回到1959年9月7日实际控制线以南。11月21日零时，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我军单方面实施停战并撤军，中印战争至此结束。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刚满5岁的新藏公路一刻不停地穿行着部队和地方向前线运送弹药和物资的车辆，承担了相当艰巨的西线战备运输任务。中国边防军，我们英勇的子弟兵凯旋归来了。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还有些最可爱的子弟兵，永远地化为了守护祖国边疆的土壤。这里就是康熙瓦烈士陵园，是当年保卫边疆时候牺牲的革命烈士的一个纪念碑吧。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和平，我们也就不会有机会来到这里。